刘学义罕见搭档谭松韵，从16岁演到80岁，一场被行业重复压住的冒险博弈。话题爆炸的起点，一个16岁演到80岁的大胆噱头。当谭松韵的新作概念宣传一出，16岁演到80岁瞬间成为全网焦点。跨度极大挑战极限这样的标签，让无数吃瓜群众蜂拥而至。但懂行的人知道，这类噱头并不是新鲜事。10几年前，周迅挑战少女角色时，曾因违和感被骂到体无完肤。如今，轮到已经32岁的谭松韵站上同样的十字路口，行业却仿佛再次遗忘历史教训。问题不在年龄，而在于行业太喜欢重复这类经过验证的有效套路。因为便宜，因为风险低，因为容易炒出话题。但对于演员来说，却是一道看不见的枷锁。这种跨年龄演绎本应该建立在剧本逻辑与人物弧光之上，而不是营销团队的一句震撼逆天挑战。观众不再是被轻易唬住的人群，他们的审美早已从看噱头进化为看逻辑、看真实。不是不愿意演，而是没有选择。30加女演员的困境，现实比故事更残酷。如今的影视行业对30加女演员的要求近乎苛刻，既要保持少女感，又要演初恋、演新人、演成长线角色，还要通过极限跨度的角色证明自己的抗拒能力。章子怡、孙俪都曾因扮演少女遭到群嘲，刘诗诗、唐嫣也被要求维持少女脸，仿佛皱纹是犯罪。行业不给中生代女演员成熟角色，却要求她们永远停留在18岁。谭松韵娃娃脸是优势，但当这份优势演变成一种你不能长大的诅咒时，她的选择就变得非常有限。不是她要挑战极限年龄跨度，而是行业不允许她正常长大。双身份设定的回潮，时代变了，套路却没变。观众看预告时很快就发现，大小姐与丫鬟的身份反差虽然看似有冲突，但本质上是复古老套路。从早年的爆款古装到10几年来的各种翻版，身份错位、阶级差异、命运互换几乎已经被用到枯竭。问题不是老桥段不能用，而是创作者在重复时不愿意创新。明明是2026年了，却还在走20年前的故事结构，观众当然会疲倦。行业真正可怕的不是创意耗尽，而是创意耗尽却不自知，还反复压住同一个模子。流量时代的混搭，谭松韵成刘学义，这对组合为何让人意外？谭松韵的风格是灵动、生活化，表演自然轻盈。刘学义则是典型的冷系气质，仙侠感强，线条干净。把两人放在一起，就像火锅里放一球冰淇淋，新奇，但未必融合。但市场不会在意是否合适，市场只在意是否有话题。于是我们看到 CP 感不够，营销来凑；化学反应不足，剧情硬撕；氛围差异太大，剪辑补。这种强行混搭背后，是行业对粉丝经济的执着压注，而演员在其中更像是一枚被反复压上的筹码。女性互助还是伪命题？当口号大于内容。这几年很多古装剧都喜欢喊女性联盟、女性成长、反内耗，听起来很高级，但一落地就原形毕露。姐妹情深，最后还是为男性让位；女性独立，却仍需靠爱情推进剧情。所谓成长，其实更像等待被拯救。观众早就看透，真正的女性成长不会被爱情框住，也不会被权谋与宫廷规则限制。如果作品仍旧走老路，那么女性互助就只会变成一个包装精美的宣传词。为什么要让最不合适的人演80岁？谭松韵擅长演灵动少女，擅长情绪饱满的都市小人物，也能撑起清晰感十足的古装角色。但是演八旬老人，观众心里自然会冒出巨大的问号，并非质疑她的演技，而是质疑行业为何总想逼演员挑战不可能任务。就像让张雨绮演17岁学生，让黄渤演高中校草一样，违和感不是演员的错，而是行业为话题牺牲合理性的结果。被包装出来的伪概念，古装剧为何越来越像复制品？近几年古装剧特别喜欢换皮，把宅斗说成职场生存，把权谋说成晋升之道。
把家族关系说成团队协作。但古代的女性处境绝非现代语境能概括，硬套标签不仅显得牵强，更让故事变得浅薄。真正优秀的古装不是现代化处理，而是人物逻辑与历史质感的结合。特效妆无法弥补角色定位的底气缺失。很多观众在看到预告中的老年妆后立刻炸开锅，不是因为谭松韵的脸不行，而是本来就不该靠特效妆来填补年龄鸿沟。倪大红无需浓妆便能演出父亲的沉重，蔡少芬不靠特效也能演出贵族气场。真正的老年状态从来不是靠一张硅胶面具，而是靠生活痕迹、眼神重量和动作节奏。当行业过度依赖特效妆来解决年龄不足的问题时，其实是暴露了缺乏底气。演员被推上高风险挑战，行业寒冬下的无奈选择。行业寒冬使投资方趋于谨慎，新人不敢用，题材不敢试，角色不敢突破，于是便将压力全部堆到头部演员身上。赵丽颖、杨幂都曾被迫接下跨度极大且高风险的角色，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投资人觉得稳妥的方式。谭松韵这次也不例外，她不是主动要挑战80岁，而是行业让她必须承担这份风险。虚假逆袭已走到尽头，真实才是未来。过去3年，大女主剧口悲崩塌严重，大多数评分不及格，观众已经厌倦。空洞人设，套路升级，虚假励志。人世间地久天长中的真实老去与生活质感，让观众重新看到了演技的价值。咏梅、惠英红不用噱头，也不用夸张营销，他们证明作品扎实时，演员不必靠造型博热度。而如今00后演员文琪都能凭实力征服观众，更说明行业该醒醒了。当狂飙、漫长的季节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不断以口碑逆袭时，行业也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：观众要的不是逆天噱头，而是真诚创作。兰香如故引发的轰动与争议，是社会情绪的缩影，也是行业现状的投影。谭松韵的老年造型登上热搜，只说明噱头奏效，但真正能定义时代的是那些默默打磨角色的实力派。未来的路不是更卷的营销，而是更扎实的作品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对谭松韵这次从16岁演到80岁的挑战怎么看？刘学义与他的搭档是否会擦出火花？行业年龄焦虑是否正在走向失控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讨论，一起观察这部作品最终会呈现怎样的效果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、真实、不带滤镜的分析，记得点一下关注，评论支持一下。你的每一个互动都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。期待与你再次相见，一起继续揭开影视行业更多不为人知的真相。